咱们平时养花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给花卉施肥了，平时光买肥料就得花上一笔钱，不如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肥料，效果还是很好的。很多人养花都喜欢用有机肥，因为和化肥比起来，有机肥的营养更全面，肥效也更温和，养花效果更好。有机肥的种类很多，不仅仅是牛粪肥、羊粪肥这些农家肥，我们生活中很多厨余垃圾也能变成有机花肥。比如平时吃剩下的橘子皮、橙子皮等果皮，稍微处理一下，就成了养花的好帮手，肥效好，还带点水果香味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就来教大家如何在家自制养花肥，花友们可以跟着花花一块来学学吧。1. 橘子皮。橘子、橙子、柚子这些水果吃完果肉后，剩下的果皮可别浪费了。这些果皮里头有好多营养成分，比如氮、磷、钾这些元素特别多，对植物的成长非常有好处。它能帮助叶子长得更茂盛，让花朵开得更好，还能促进根系的发展。这种肥料不管是给绿萝、吊兰这些观叶植物用，还是给茉莉、栀子这些观花植物用，效果都很好。橘子皮和橙子皮里面有不少钙、镁、硒这样的微量元素，这些元素对植物生长挺有帮助的。花草吸收了这些元素后，就更容易保持健康。此外，橘子皮和橙子皮里还有不少酸性物质，发酵后会变得更酸，可以调节土壤酸性。大多数花草喜欢微酸性的土壤，给土壤里加点这种肥料，能调整土壤的酸碱性，防止土壤变硬板结，对植物的根部发育也有好处。不过，用橘子皮和橙子皮当肥料虽然好，但不能直接放进花盆里，因为直接放进去的肥料会被土壤里的细菌分解，产生大量热量，可能会把植物的根烧坏。所以要用这些果皮做肥料，得先发酵腐熟。下面教大家怎么腐熟。吃完水果后，把橘子皮、橙子皮、柚子皮这些柑橘类水果的皮收集起来，把皮洗一洗，然后用刀切碎，切得越碎越好，这样后期发酵会更快。然后把切碎的橘子皮或橙子皮收集起来，放到一个密封的容器里，比如一个干净的塑料瓶。果皮碎片放进去后，我们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水，相当于果皮重量10倍的水就可以了。随后盖上盖子，放在角落的阴凉处，等着它发酵。大概1个月到40天以后，瓶子里的果皮就会发酵腐熟，慢慢发酵成肥叶，变成黑色糊状物，闻起来有股水果香味，这时候就可以用了。记得在使用前要把这些发酵好的果皮和水混合物稀释一下，通常是1份发酵液兑10份水，这样就可以安全的用来浇花了。有一点千万要记得，等待发酵的时候别忘了放气，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气体，记得每天打开盖子放气，不然瓶子可能会因为气体太多而爆炸。橘子皮肥料的使用方法，这样发酵出来的果皮肥液浓度是很高的，我们在使用时一定要控制好浓度。使用时需要将肥液和清水按1:100的比例混合，搅拌均匀后，再用来浇灌花草的根部。这种肥液就是花卉营养液，对于喜欢肥料的花卉，大约每7到10天使用1次，而对于不太需要肥料的花卉，则可以每个月使用1到2次。2. 香蕉皮钾肥。香蕉皮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钾肥元素，能够促进植株的生长，并且香蕉皮是比较容易沤烂的一种肥料，很多花友都喜欢用香蕉皮来做肥料，简单不花钱，植物吃着也开心。咱们平时吃剩下的香蕉皮，直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再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垃圾桶，上面铺一层土，然后一层香蕉皮，这样一层一层放好，加上水，最后用土封好层，大概沤1个月左右，就能给花用上了。3. 豆渣做成肥料。咱们平时在家里熬制豆浆或者做一些豆制品的时候，经常会剩下一些豆渣，花友们可以将这些豆渣收集起来，因为这可都是天然有机的肥料，对于花卉来说可是非常好用的。咱们可以将豆渣和香蕉皮一样，直接放进花盆里面，和土掺和在一起，放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开始沤肥，这样大概沤肥1个月就可以给花用上了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可以将豆渣和水放在一起，然后里面放几块橘子皮，
瓶盖不要拧得太紧，要留一点缝隙放气，一般1个月就能用了。对花来说，这是非常好的磷肥。花友们要是嫌麻烦，可以试试花多多这种肥料，肥效充足，也很方便。4. 自制酵素肥。酵素肥是很多花友都会在家里自己制作的一种肥料，方法简单，对花卉的生长也是有好处的。花友们可以学如何自制酵素肥料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将平时做菜剩下的一些菜根、果皮什么的收集起来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能剁碎的话最好了。然后我们将切好的果皮放在塑料瓶或者是玻璃罐子里面，然后加上水，家里有红糖的话，就再倒入一些红糖，2个月左右就可以给花用了。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，一定得兑水100倍之后再用，不然肥效太足，容易烧根。5. 海鲜壳沤肥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海鲜，吃完海鲜之后，总会有一大堆的虾壳、蟹壳、扇贝壳等，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可是养花的好宝贝呢。咱们将盐分都淘洗干净，然后在容器里面一层海鲜壳，一层土壤铺好，然后在里面撒上一些橘子皮或者是橙子皮，能够驱除异味。这样一层一层放好之后，大概1到2个月之后就能养花啦。6. 鸡蛋壳花肥。鸡蛋壳里面含有非常充足的钙、磷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花卉的生长。我们蛋壳放在光照下面使劲晒干之后，将蛋壳碾磨成非常细小的蛋壳末，然后我们养花的时候就可以将蛋壳直接撒在土壤表面啦，就能给花补充磷、钙元素了，非常简单，花友们可以在家试试。花今天说的这6种在家自制肥料的方法，花友们可以跟着花一块学，自己在家做肥料，能省不少买花钱。有了自制肥料，也要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机施肥。养花施肥适当的时间很重要，适当的时间施合适的肥，才能养出更好的花。如果施肥时机不对，花朵非但长不好，反而会死给你看哦。但何时施肥，多久施一次，却是许多花友常感困惑的问题。其实，施肥的频率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需根据花卉的种类、生长阶段、季节变化以及土壤状况来综合判断的。一般植物在春天和秋天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，都会进入生长期，还有花期前后都需要大量的养分，这时候非常适合给它们补充养分。对于大多数植物而言，生长旺盛期是施肥的最佳时机，植物长得越旺盛，肥料的使用频率就要越高。因为这一阶段花卉对养分的需求量大，适时施肥能有效促进其生长。通常在春季至秋季及花卉的生长期内，可以每1到2个月施肥一次。若使用液态肥，频率可适当提高至每2到3周一次，但需注意浓度不宜过高，以免烧根。但是在天气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，植物会进入休眠期，这时我们就不要给它们施肥了，安静度过休眠期是最好的。因为休眠期是花卉生长的缓慢或停滞阶段，此时的它们不需要那么多养分，施肥不仅无法被吸收，还可能造成土壤盐分积累，对花卉造成伤害。此时应减少或停止施肥。因此，了解花卉的生长习性，合理调整施肥计划是养花成功的关键。除了休眠期的植物，生病或者根部受损的植物也暂时不要施肥，让它们安心休养即可。还有植物在刚换完盆的时候，土壤里本来就有充足的养分，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施肥，否则会造成烧根和肥害。不同种类的花卉对养分的需求也有所不同，例如观叶植物一般对养分的需求比较单一，以氮肥为主，适当施加氮肥可以促进叶片生长，帮助它们的根系长得更加健壮，叶片也更加油绿。叶片有斑纹的植物则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磷钾肥。观花植物需要的养分就比较全面了，在生长期需要一些氮肥来促进它们根茎叶的生长，但是在花期前，为了分化更多的花苞，就要改施磷钾肥，以提高开花质量和数量。但开花要消耗很多的养分，所以在花期之后也要给它们补充一次营养元素较为均衡的复合肥，这样观花植物才能生长得更好，开出更多更好的花。因此，在选择肥料时，应针对花卉的特定需求进行挑选，避免盲目施肥。除了考虑花卉的种类和生长阶段，土壤的状况也是决定施肥频率的重要因素。
若土壤肥沃，养分充足，施肥频率可适当降低；反之，若土壤贫瘠，则需增加施肥次数。此外，定期更换盆土，添加有机肥料，也是改善土壤状况、提高花卉养分吸收能力的有效方法。在施肥过程中，还需注意避免过量施肥和浓度过高的肥料。过量施肥会导致土壤盐分积累、烧根等现象，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花卉死亡。因此，施肥时应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，逐步补充花卉所需的养分。总之，养花施肥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，合理调整施肥计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可以用来自制肥料的妙招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